先告诉你自己，让你兴奋的不是这个对象，而是你自己身上的；让你痛苦的不是暧昧，而是来自你。嘿，我是阿西，我所有的影片内容只会向你传达核心，而不会只停留在表面的分析。我不是来陪你探讨梦的，我是来叫你起床的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就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定期看见我来打扰你的美梦咯。废话少说，让我们进入主题。今天的内容不分男女，全部都是通用的。这是无数人经常遇到的问题，他究竟只是暧昧，还是真的喜欢我？我只是他的暧昧对象，还是备胎？他的暧昧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如何确定他是否只喜欢我？或许有许多人已经告诉你，暧昧就是不够喜欢你，喜欢你就不会暧昧之类等等。我先说结论，从世俗的角度来说，没错，这是对的。一个人若真的喜欢你，他一定会迫不及待的想得到你。怎么可能忍得住还在那边跟你跳恰恰呢？所以一般而言，或许这个人就是对你没有那么大的兴趣，但是留着调情一下也不错。或是因为他太有自信，所以希望能拥有越多对象越好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越多资源越好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不是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们能确定的是，假如一个人一直和你暧昧，那么至少以目前来说，你不是他急着想要拥有的那个人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个结论是错的，因为本质上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喜欢他人，大部分99.9999%的人其实喜欢的都是自己。所以如果你问我他是暧昧还是真的喜欢我，我会说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，因为他喜欢的从来就不是你，而是他脑中的占有欲以及荷尔蒙的性冲动，男女都一样。也许这股能量你们用在不同的方向，有人追求性欲，有人追求情欲，但本质上都是性冲动，没有区别。除非你很幸运的，你眼前这个人是一位觉悟者，那么你放心，他会平等爱你和所有人，没有任何区别，你也不会有暧昧的困扰了。所以为了让你更容易明白，接下来我不会再用喜欢这个字眼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。这个世界不断的给你一种错觉，让你以为你对另外一个人的兴奋感就是爱情，爱情如此神圣美妙，巴拉巴拉的。不，爱存在，但不是你口中的那个爱情。没有爱情这种东西，它的真面目只是性，它只是人类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文明而创造出来的替代词而已。用一个名为爱情的包装纸包着里面名为荷尔蒙的糖果，如果你把它剖开来看，你将会看见里面除了性、占有和剥削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当然，我必须再次强调，我并不想摧毁你的粉红泡泡，我并没有否定爱情，它有它美丽的地方，我也没有否定性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之源。但是去看见它们的局限性并没有什么错。扯远了，让我们回到主题。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始终停留在和你暧昧，而且你丝毫感受不到他想前进，也感受不到他的性冲动和占有欲，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，你并没有引起他强烈的性欲望，你们没戏，放弃吧。但如果你仍然不死心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思考其他的方式去引起他的性冲动，或者使用勾引技巧让他对你心痒难耐。但通常我并不建议你这样做，因为以性为起始，必将以性为终结。况且很大可能性你的勾引也会失败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感觉，对你没有强烈感受，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。这也是多数人掉进的陷阱，以为能透过某些技巧改变他人的心，也是一辈子多数人轮回的游戏。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另外一篇《如何寻找真命天子》那部影片。实际上，当你疑惑对方究竟只是和你暧昧，还是真心想跟你交往的时候，其实你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，不是吗？你的直觉总是会给你真相，只是你的理智不愿意接受而已，不是吗？因为你不甘心，你想要占有对方，已经到嘴边的肉却吃不到，这让你心痒难耐。你很想赶快咬一口，但是很明显你的计划落空了，所以根本不需要问任何人，你的直觉就是你的老师。最后，如果现阶段你已经处在暧昧状态中，而且对方不愿意前进，也不愿意把话说明白，那么你该怎么办呢？
我现在教你3个步骤。首先，第一步，先告诉你自己，让你兴奋的不是这个对象，而是你自己身上的荷尔蒙；让你痛苦的不是暧昧，而是来自你的占有欲。如果你能勇敢地面对自己，并认清这个事实，没意外的话，你将会冷静下来。第二个步骤，让你自己成为完全敞开的状态，然后仔细去观察对方的行为，他有没有一直前进，他有没有一直得寸进尺。就像我上面说的，如果一个人对你有强烈的欲望，而你又不阻挡反抗的情况下，他都会不断地往前踩油门。不要再听信那些什么男人主动女人被动的鬼话，那纯粹是胡扯。真相是没有人能抵挡性的欲望，除非你遇到的是圣人。但是圣人不会和你玩暧昧，他的性能量会用在其他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发现对方一直前进，那么你可以放松了，让他把戏演完就好。你需要做的只是陪他演戏。但如果他根本没有前进的意思，只是停留在原地重复暧昧，那就进入第3个步骤，换你前进。你不断的踩油门，得寸进尺，他会不会阻挡？他会不会抗拒？或者他欲拒还迎，想吃还装绅士淑女？这都是你要顺便观察的。又或者你可以直接把话说开，但除非你对结果真的无所谓，否则我不会建议你这么做。如果你很执着，我怕你的小心脏受不了。如果最后你发现，无论你怎么踩油门，对方还是停留在原地，那么你们没戏，放弃吧。未来仍然会有千千万万个人能够引起你的性冲动，这个人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好，让我们来做个总结。其实从来就没有暧昧这种东西，那只不过是因为彼此陌生不熟悉而产生的新鲜感罢了。一句话总结，你的直觉不会骗你。暧昧代表对方对你没有性冲动，你只是害怕失败而停在原地，拼命寻找蛛丝马迹来催眠你自己，不是吗？如果你们刚好彼此互相有冲动，那么双方就会互相自然而然地踩油门靠近，彼此都不会有困扰，然后伟大的造物过程就发生了。而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等待下一个就好。不要执着你的占有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永远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，就连和你最亲近的这副身体，有天时间到了也会和你说再见。那么你到底想抓住什么呢？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放松吧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。其实我本来想把今天的主题分成3部来讲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因为这只是一件小事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，但是它却困扰了大部分的人，所以我就把它浓缩起来讲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就拿去做参考；如果对你没有帮助，就把它丢垃圾桶吧。不需要认同我，你必须走出你自己的路，你才是自己的老师。如果影片对你有那么一点帮助的话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有任何疑问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下次见，瞧。Is it too good to be true?